今天我们来看豪车，看什么豪车呢？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奥迪都不是，是比他们更高大上的红旗。我要带大家看的豪车呢，就是这一台红旗的 X9， 这个是红旗品牌目前呢最新的一款车，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款车啊。以前红旗的所有产品我都没有说专门跑到展厅来去一睹它的芳容，但这一台我真的要来看一看啊！哪怕现在还不能试驾，只是一台静态的展车，但是你看它这个整个造型的设计，不只是有以前红旗那种庄重，有他们的家族特点，而且它有自己的设计语言。整个前脸，你看这种细微的调大灯都是很潮的设计，还有它的灯也非常潮啊！我亮个灯给大家看一下，来看着啊，来中间亮起，然后两边亮起，这里再亮起，它是分步走的。然后这里是一条流水灯的一个形态，你看我再开一次，你看这里会亮起，然后这里会过来，看到吗？这种是灯语哈，你远看的话，整个车一下子就那种气势就出来了。然后这部车真正的气势是要从这个角度看的，侧45度的时候，它车头很厚很直。什么车是这样子的呢？劳斯莱斯的 Phantom， 对吧？然后车身也非常长，但是你如果从这个地方侧面看的话，你会看到它跟一般的那种很长很大的车不太一样，它这个后面是一个很柔美的一种溜背的设计，然后到了尾箱这个地方其实占的比例很短，那所以造成整个车的姿态是，我觉得是一种很年轻的姿态啊。这个车并没有说做得像台老爷车这样很稳重的样子，当然它前面是一种很稳重的造型，但是它到后面呢又好像是很优美的，然后又有细节的很大的亮点。你看侧面这个灯哈，这个灯呢不能叫做氛围灯哈，它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但它就是从侧面也告诉你说我是一台红旗。以前的红旗在这里是几个小红旗，但现在这个完全是科技感的东西，因为你锁起来之后，其实你会看到看不出来是一个灯的，这个质感还是相当特别。那同样还有它这个门把手啊，也是一个完全隐藏式的设计，你看这样才出来啊，然后关门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平的门把手。尾灯我也是很喜欢的，过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它这个灯这样亮起啊，这种就是非常上相的设计啊，上镜真的是很漂亮。那然后看一看这个车的内饰，其实这也是我这回要过来看这部车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外观我们看图片已经觉得很漂亮哦。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双色车身看起来很特别，也很高级，也很像劳斯莱斯。红旗确实给 X9 做了这个双色车身，但是今天我们拍的这一台这个搭配黑色配银色，这个是经销商自己贴的哈。那因为这一台是 2.0T 的一个车型，据说是要到高配或者说在特别的选装版才会有双色，但是这个双色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搭配，大家可以到自己官网上面去看一看。然后下面呢，我们来进去看一看啊。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要到展厅来看这个车？因为我真的很想看看这部车，除了说金玉其外，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哈？我不说那个后半句，因为以前我对红旗的车的印象就是以外面做的再气派，但是一坐进来，你稍微动一动它那些按钮啊、触感，你就会知道它好像距离真正的豪华车还是缺一些火候。但是这部车怎么样呢？我先通电啊，先说明一下，这个车机是还没有激活的，这台是还没激活车，但是前面的这个屏幕看得到，精度是很高的。然后当我想去调教一下的时候，我要用到方向盘上面这些按钮，你看这个小旋钮。它的手感其实是相当好，然后这一块呢是轻触式的，按下去的时候那种反馈那种声音都挺好听的哈。然后中控台这里有很多的旋钮，这个是空调的啊，然后这个是空调，你看这空调旋钮那种哒哒哒的声音，然后这里每一个按钮按下去都是一种哒哒哒的声音，相当好听这个声音，而且很清脆，而且很一致。所有的按钮按下去那个感觉都是很一致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于豪华车来讲其实是一个相当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问题哈。就是豪华车的所有的按钮你按下去不能松，而且那个阻尼那个质感应该是一致的，这部车真的做到了。那整个车厢其实你要让我挑的话，我会说它的
用料还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级了，或者说没有某些人想象那么高级。比如说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拉丝面板，其实细看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凹凸不平，还有这种贴的位置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做工的瑕疵。然后这些皮质呢，摸上去也比较硬，上面这个顶棚也不是那些绒布什么。当然我们这一台是 2.0T 顶配，它还不是那个 3.0T 的那个更高配的车型但它有一些材质还不错。你看侧面这里一大片的 Alcantara， 而且这些缝线真的就做到了很精致很耐看，而且这台车的4个玻璃全都是这种双层的玻璃所以前排座我的整个感觉其实是坐在这里感觉是不错。如果我自己觉得以这个车的性格来讲，这些拉丝能够换成木饰，其实更符合它的性格。方向盘是4向的电调。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车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就是它的后排。那是不是车主都得坐后排呢？我不确定但是这个后排看起来就真的是一个商务感很足的后排。虽然说空间没有那些很加长很多的车那么长但是整个入座之后感觉还是很气派。这车有4座版本，但今天我们这个是正常的5座版本，所以中间也可以坐人，这后面还有个挺大的头枕。然后坐进来之后呢，我有几点跟大家分享空间其实配置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它也没有什么遮阳帘，就不是说在配置上要做到非常的极致，而是说它在细节的设计上、装潢上。第一，你看我这样看出去，我希望这车有一点红旗的那种标示，我要知道自己坐在一台红旗里。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不是用一种很土的很张扬的方式，它用2点第一，在前面的中控台中间这里有一条红色的小灯带这个就非常暗暗的告诉你这是一台红旗。第二个，你看这里的小字，座椅前面有金属刻的，这刻上去了红旗2个很小的字，比我们的小指的指甲还要小，但就这2个很小的字就在你的后座成员的前方，而且是金属刻上去的，这个感觉还真的是挺能出效果的那然后后座的整个乘坐感也很好，然后还有一些细节，你看我这个拉下来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中控台，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它上面这些配置呢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也就是你看电调的座椅座椅的倾角这里还有个按摩功能，我刚才试了一下按摩的效果也很明显。它这张座椅的坐进去的感觉是硬一点，但是大腿承托、腰的承托，包括腰间侧向的承托、头枕的承托，其实都很到位，可以说是一张很符合东方人体型的座椅。那我更加想说的是，你看看它对细节的注重这个把手我放上去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你看慢慢的过去，这种阻尼感，我再放下来，你看一下，放下来放到这，你看它自己慢慢掉下去，这个阻尼感是很好的，你看看着这种小的高级的这种氛围，真的是以前的国产豪车是很难看得到，以前的红旗也基本上看不到当然你说去到红旗 L5 那个级别有没有这种小东西，我觉得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还有就是一些容易露馅的，比如说空调出风口这些塑料件这种紧致程度，这台展车还真的是做到，我觉得都可以给到90分。我在这整个车厢里面是挑不出哪一块塑料件是明显的掉档次的，这个是让我相当满意的一点那其实今天来展厅，我主要就是看一看，把控一下它的做工品质看看这个车对不对得起它的整套设计。这么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那所以建议大家其实也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因为这个真的代表我们现在中国豪车的一个相当高的水准。我不敢说最高水准，但是这个车你看它嘛，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30多万起40多万到顶或者50万到顶的这种感觉基本上跟 BBA 的什么5系A6 这些是对等的。但这部车就这样看外观，我觉得可能是完爆这些合资车型，但是看内饰的做工也完全是对得起它这个身份定位和它的售价。那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在讲这个车的时候，整个人的这种气场气息都是比较温和比较低声一点的，就我也被这个车的气场给震到了所以这部车值得大家过来观摩一下，不论你是不是红旗的用户群体，但是
这是我们目前中国品牌造出来的，在这个级别这种调性的产品上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车型。别的品牌什么吉利啊，什么长安啊、长城这些，我们说他们造车怎么好，但是他们现在还造不出这样的车来，要造这样的车还是得看红旗，好吧？我说的这就这么多，强烈建议大家去展厅自己看一看、摸一摸这个车。